如果把2026年的这场能源变局拍成一部纪实电影，镜头的主角绝对是亚洲了。印度部分火葬场因燃气成本暴涨，被迫改用柴火；菲律宾拉响能源警报；日本动用史上最大石油储备，40多亿人正在为这场能源变局付出真真切切的代价。为什么全球都在承压，偏偏亚洲最痛？又是谁在这场变局中成为了最大受益者？随着中东局势升级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量暴跌95%。如果把霍尔木兹海峡想象成一栋楼里唯一的电梯，平时大家上上下下没什么感觉，可哪一天电梯坏了，住在3楼的人爬楼梯就过去了。可对于住在30楼的人，那是实打实的灾难。亚洲就是住在30楼的人。这条繁忙的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，平时每天通过的石油大概有2000万桶，全球每天石油消耗量的1/5都从这里通过。你知道这些石油主要运到哪里吗？大概84%流向了亚洲。中国、印度、日本、韩国4国一口就吃掉了75%，几乎把整条海峡的货全包圆了。但这里有个挺反直觉的地方，进口量最大的中国并不是这场危机里最受伤的。中国手里还有牌，有煤炭托底，有战略储备，还有俄罗斯原油供应。真正被逼到墙角的是另外几个国家。日本95%的原油来自中东，韩国约70%，菲律宾接近98%。3月4日，韩国股市单日暴跌12.1%，触发熔断。菲律宾柴油价格3周内翻倍。3月24日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。反观欧洲，可以从美国、挪威、俄罗斯调货。美国本身就是进出口国，对霍尔木兹的依赖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停摆，虽然全球都疼，但亚洲先疼，亚洲最疼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是谁在这场危机里闷声发财。欧佩克在3月1日已经宣布，4月起增产20.6万桶日。产油国其实是急着出货的，只是主通道被地缘冲突堵死了。那绕道行不行？事实上，沙特和阿联酋确实有2条绕开霍尔木兹的备用管道，一条流向红海，一条流向阿曼湾。但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评估，这2条管道就算满负荷运行，运力也只有260万桶日，而霍尔木兹平时一天走2000万桶，这点运力连塞牙缝都不够。真正精彩的在暗面，中东出不来油，亚洲又嗷嗷待哺，市场需要一条新路，而这条新路已经有人提前等在那里了。早在2025年1月，美国就曾重拳制裁俄罗斯影子船队，一次性制裁了183艘，砍断了俄罗斯近一半的海运出口通道。这里先给大家说说什么是影子船队。简单说，就是俄罗斯为了躲避西方制裁，专门组建的一支规避制裁的油轮舰队。上百艘老旧油轮挂着不明国籍的旗，关掉定位系统，在公海上玩船对船转运，专门把俄罗斯原油卖给印度等亚洲买家。但到了今年的3月5日，美国却突然给印度开出30天豁免令，允许印度接收已经装船的俄罗斯原油。这并不是说完全放开，让印度随便买俄油，只是放行已经装船的存量货。说白了，美国把阀门拧松了一点，不想让油价在短期内彻底失控。而这个口子被一家公司接住了。3月的数据显示，印度对东南亚的柴油出口接近中100万吨，创下7年多以来的新高。而这近中100万吨柴油里，有90%都出自同一家公司——印度最大财团、全球最大单一炼油厂信实工业。通常情况下，大家买俄罗斯原油是因为它便宜，但这一次完全不同了。俄罗斯原油一度比中东原油贵了4-5美元一桶，但即便这样，信实工业还在疯狂赚钱，因为亚洲柴油的现货利润被同步拉到了历史高位。即便俄油贵了，炼油厂照样能赚到钱。而且赚的比以前还多。一个全新的能源闭环成型了，俄罗斯出原油，印度炼厂负责加工，东南亚承接高价成品油。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亚洲能源新三角。这个全新的能源三角正在替代过去中东出油、亚洲接货的旧格局。但故事还没完，还有一条线，大多数人都忽视了，那就是液化天然气 LNG。先说一下它是什么。普通天然气体积太大，没法用船运。处理方法就是把它冷却到零下162度，变成液体，体积能缩到原来的1/6，这样就能装上船跨洋运输了。3月，卡塔尔液化设施多次受损，全球最大的 LNG 出口商被迫停产。
17%的出口产能受到冲击，2条核心生产线已停产。官方公告说，修复需要3到5年，就算局势立刻缓和，这部分产能也回不来了。换句话说，这场天然气荒，亚洲人可能要扛好几年。亚洲的 LNG 现货价格到3月4日已经翻了近1倍，创下2023年以来的最高点。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这些高度依赖进口液化天然气发电的经济体，电费压力已经开始传导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油价涨了，石油气也缺了，这一切最终会怎样落到我们生活上呢？这肯定不是超市货架明天就暴涨，而是有个传导过程，一层一层压下来。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能源通胀3板斧。第一板斧砸在工厂，石化、化肥、钢铁、水泥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能源和原料成本先涨。印度化肥厂已开始限产，东南亚化肥价格大幅上涨，中国工厂3月的投入成本也创了近期新高。这些成本压力，工厂很难自己扛住，会逐步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传导。第二板斧砸在物流，霍尔木兹受阻之后，前往东亚的邮轮大多被迫绕到非洲好望角，单程多走10到14天，燃料成本加上战争风险保费，航运公司说了，新增成本要转嫁给客户。第三板斧才落到你我头上，汽油、机票、快递、外卖均已出现明确的涨价信号。靠液化天然气发电的地区电费也会涨，但这还只是开始。危机才爆发3到4周，企业库存、战略储备、长约合同还在缓冲，各国政府也紧急出手。现在你在加油站可能已经多花了一点，但更多的还在路上。没有人知道这条海峡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恢复畅通。这场冲突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表。乐观的情景是，战事逐步降级，伊朗把重开霍尔木兹作为谈判筹码，油价从高位缓慢回落，生活慢慢恢复正常。悲观的情景是，对峙一直拖进夏天，全球石油库存数周内触及历史低位，每桶200美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数字。2022年，欧洲人因为一场能源断供，熬过了一个昂贵的冬天。这一幕会在2026年的亚洲重演吗？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观看。你的关注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，我是浪浪，我们下期见。